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暗黑2》重置版。德鲁伊的流程，咱们玩的是召唤流，级别呢已经来到了18级以上，所以说狼和灵都换了，但是恐狼的数量比较少啊。开始接任务吧，我的装备啊没有换，和上一期结尾的时候是一样的。看一下技能，纯召唤啊，因为这个召唤呢要打到普通的结束。上一期呢提到了动物园补丁，动物园补丁呢能够稍微加强一下德鲁伊，但是呢没有质变啊，它只是一个量变而已，而且量变的程度也不高。虾兵蟹将啊，再多它也是虾兵蟹将，不如死灵法师召唤的骷髅啊。但好像现在的动物园补丁呢，能够让你多招2只了。比如说狼可以多招2只，这样呢感觉还是有一定加强的。但是本期呢我没有使用那个补丁，我打算下一期再说吧。因为普通难度里边啊，都瑞尔算是一个坎儿啊。所以说咱们就验证一下，咱们不使用动物园的补丁，看一下打都瑞尔能不能进门一次就把它放倒啊。咱们也是有一定优势的，是因为有一些遗产啊。虽然说呢10几级可能遗产呢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装备，但是比纯开荒还是有优势的。这里我的雇佣兵米山大爷是一个瞄准光环的，米山呢我就很纠结啊，因为到了噩梦呢我可能要转成元素，然后到了地狱呢再转成狼，所以说噩梦难度可能要换小弟啊，然后地狱难度又换回来。好，这里就是任务所在地了，目前为止呢跑路还是比较顺利。我的召唤物啊到了普通的第2章，由于等级的关系，乌鸦和藤就不太给力了。主力呢就是米山和狗子。我现在在物理攻击上还能帮一下忙啊，但是如果到了普通的第4章左右，可能就只能靠狼和米山了。所以说召唤流啊玩到后面就变成了米山大爷和他的狗子的故事啊。如果你练的是变身熊呢，那就变成了米山大爷和2只傻熊的故事。行了，咱们要去拿盒子，这是普通难度的限定任务。看一下这个戒指，因为我有一个戒指比较垃圾，加2能量无抗。小福怪物金币掉落增加7%，连续捡了2个都没什么用处啊。神殿在哪儿啊？我是贴着墙边跑的。
藤蔓呢，可能未来就只有一个分散火力的作用。咱们打到巴尔之前，大概会有35个技能点左右，这样可能狼会加满一个。现在咱们大概19、20级，那到了25，人物强度可能会稍稍有一点飞跃吧，因为咱们会拿起精神剑。然后知识头也要安排上，毕竟是一个法师，技能的等级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神殿不好找啊！我在这片高地跑了好久了，感觉。在这儿，死亡之殿呢，一共是3层。这个图我实在是跑的没什么经验啊，因为每个难度呢，你只跑1次。右边没有，走这边。哦，这里边有一个瞄准光环的，而且全是怪啊！进来的时候大概81%的经验，看把这波怪清了能涨到多少。我手里呢是一把血生，到打堆尔之前，咱们再盘点一下装备吧，因为后面呢会穿上一些新的。感觉这个阵容有一点虚啊，他明显就不如死灵法师，玩着心里有底。25级拿起精神剑，我可能打完这章呢要疯狂练一下级啊，在这儿。再疯狂练级，我感觉第3章之前也练不到25啊，我可能会练到20、23左右，然后再进第3章。25级呢，打第4章了。其实动物园的补丁呢，我还是挺期待的，一直觉得呢，它解决了德鲁伊的一个痛点啊，就是召唤物的冲突问题。整理一下这些东西，然后该去虫洞了。虫洞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难的地图啊。我们来到遥远绿洲，一进门啊就被一群虫子列队欢迎了。这个版本蝗虫好绿啊，洞在这儿，但是咱们要去找点啊，所以说在这开一个门，然后呢，等找到点之后，从点回城再回来。这个套路呢是一个好的套路，如果道路比较远的话，但是我其实很少去用，还是习惯问题，没有这个习惯啊。虫洞呢，一共是3层。简单的虫洞，我反而觉得是最难的。
因为大家看这些，无论是召唤物也好，还是米山大爷也好，全都是摸鱼达人啊，导致我呢一个人在前面顶。我可是召唤德鲁伊啊，我又不是个战士，只有一个没有战斗力的零，有一点良心啊，跟我往前凑合。咱们主要呢还是往北边去。这个分支路线很像，就是这儿啊。把藤和乌鸦搞出来了。狼这个图片效果，我感觉还是它是有贴图错误的，并不是说狼挂了，有的时候它从远处传送过来也有这种效果，也可能是我显卡的驱动比较老。我的显卡就比较老了呀，用了3年了，大概3年多了。一张1070钛，哦，有一些装备可以换上了啊。装的天底，小弟好像也能装上新的了，这个要卖掉啊。看一下有没有好枪。哦，没有，没有啊。继续出发了。蛇殿，蛇殿这张图还算是比较好跑的，因为它只有2层啊。我现在想，我这张显卡真的是太划算了，因为是一个8线牌子的显卡，我就不说牌子了，反正是8线啊，18线吧。当年呢，一张1070钛是2300多。所以说用了3年，它反而是非常好的理财产品。来到2层了，搞牙皮呀、把牙皮叫出来啊，教他做人。行了，护符拿走，这样咱们这里就算完事儿。有个 LC 捡起来辨识一下。我的天，加3防御，不能更垃圾了。小弟还是没有好枪啊，但是呢，箱子里有一个，需要19级才能装上，他现在级别不够啊。咱们要进后宫了。后宫的图呢是固定的，这里比较好跑。后宫2层，这层开始呢就有一点怪了。这里的 BGM 简直太有意境了，气氛烘托得很好。看我的经验，感觉到了杜瑞尔之前还能再升1级。现在升级呢，我就比较费技能了，前期攒下的都用的差不多了。因为目前呢，每升1级，我既要投入到狼1点，也要投入给灵1点。等于每升1级需要消耗2点技能，这样技能就不大够了。
好，这里呢4个方向是随机的，大家看左上角的小地图啊，就知道了。我现在呢跑的是第3个分支了，前2个分支跑完升级了，但是呢没有找到召唤者，这是第3个分支。其实每个分支呢，我都跑了大概1个屏幕那么远。刚开始进来的时候，看一下哪边有传送门。结果奇怪啊，这次4个方向都没有传送门，所以我就没法决定往哪边跑了。往他们身后扔一点狼吧。德鲁伊的召唤呢，唯一比死灵法师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底材呀，不需要敌人的尸体，可以凭空扔出来，这样在打乱敌方的阵型方面、切后排方面有一点优势吧。等咱们这期把杜瑞尔这个坎儿过去，我就把动物园的补丁安排上。重置版的动物园补丁呢，我还没用过，咱们用一下，看看热不热闹吧。好，在这儿先把狼扔上去。现在我的恐狼啊，等级比较低，所以它的生命比较少啊。每只狼呢100多血，不太抗打呀。而且召唤者这个怪啊，它是攻强守弱的，非常脆皮，但是打人很疼。行了，推倒了，干掉我5、6只狼啊！回来整备一下，然后出门了。我考虑一下练不练级啊？玩法师呢就是这样，你经常要考虑我要不要练一下级啊？等级高了呢，多出来技能点，人物会不会更强一点？这个大符留着吧。19到26，他现在带的枪应该是20到28。咱们去找啊，看一下是哪一个古墓。不是这个，哎，是这个。我玩了这么多角色，好像头一次用的是这个图案。小弟呢，快升级了，18级，经验呢大概来到了70%多。19级呢，能够拿起一个暗金的枪。找吧，古墓还好，因为呢它只有1层。这有一个技能神殿，如果打堆尔之前有一个技能神殿就好。那咱们召唤物的水准呢，能上一个小台阶吧。好，是这儿啊，是这里，进来了。大家注意屏幕左上角的小地图，就能够看出来啊。进门之后呢，咱们有3个分支啊，向左、向上、向下。另外2个分支我都跑了，都跑错了呀。所以说现在往最后一个分支前进。这张图啊，真的快跑遍了。经验呢涨了30%，其实呢完全可以再练1级啊。哦，这里就比较像了，因为呢地图上出现了这种台阶，而且呢不止1处。
在蛇殿里也是，我看到这种台阶，我就感觉基本上呢是找对路了。没错，就是这儿啊，血量比较少了，把场子清了。然后呢，我可能要回城一次啊，因为小弟呢现在19级了，但是给他换的那杆枪还没换上，换上之后呢，咱们小弟会更硬一点。Greetings. 应该就是这把。好，拿出来给他装备上。I'll put that to good use. Good day. 买一点佣兵药水吧。我玩了这么多次啊，打了这么多次杜瑞尔，各种难度的。总有小伙伴提示我说要拿这个融化药水啊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融化药水吧。你看我挨冻之后啊，我用了之后也解不了。先把棍子查理。然后呢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装备啊。装备呢，我的头盔和衣服换了。这里为什么把那个无法冻结的铠甲给了小弟呢？因为他是主力啊。完了，上了，把他围上啊！好，我开始喝融冰药水了。喝了呢，仍然是被动着的状态。这狼需要补啊，基本上呢，戈尔是2下1个。挂了2只，接着补。大虫子的血量也不多了，小弟用力的戳呀。看一下，哦，报了2个法师的账，这2个像是复制粘贴的呀。腰带哦，腰带我能用上，看一下，比我这个是强多了，我这个加9法力啊。手套也有点价值，拿走。那可以了，打的还算顺利吧，就是补狼补了次数比较多呀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一期咱们动物园补丁再见。